衛生間的天花板在漏水，男主人上楼去理論，可讓人没想到的是，他却再也沒有回來。拿着鑰匙開門的反而是2個陌生男人。為了保護家中的孩子，女主人滿足了陌生男人的所有要求。這個故事就發生在莫斯科的市中心。2009年4月21日凌晨6點，一場大火打破了城市的寧靜。在第3特維爾亞姆斯卡亞街上，15和14號公寓樓3樓發生了嚴重的火災，天然氣管道被破壞，隨時都有爆炸的風險。消防員衝入火場，發現了2具屍體和1個女孩，他抱起了女孩衝了出來。不過女孩還是因為吸入了太多的有毒氣體，死在了消防員的懷裡。這場火災造成了3人死亡，分別是來自法國的釀酒師38歲的迪埃里·斯皮內利和他的妻子俄羅斯人30歲的奧爾加·科切爾吉娜，還有他們的女兒3歲的伊麗莎白。火災現場充滿了疑點，房間內竟然發現了2處起火點，天然氣管道被人為破壞，而且經過法醫的檢查發現，迪埃里與奧爾加在火災前就死了。所以這並不是一場普通的火災，而是一場滅門慘案。火災只是為了掩蓋真相。釀酒師迪埃里是俄羅斯酒莊從法國聘請來的商務總監，而他的妻子也是一名葡萄酒行業的從業者。夫妻2人的事業非常順利，他們經營的葡萄酒莊園是俄羅斯第1家法式葡萄酒莊園，而且會員全部來自俄羅斯的上流精英群體。那麼這場兇案的起因是商業競爭還是圖財害命呢？經過更加深入的調查後發現，公寓的大門沒有遭到破壞，這說明兇手可能是他們熟悉的人，門是從裡面打開的。在奧爾加的體內還發現了男性遺傳物質，這並不屬於迪埃里，他死前可能遭遇了侵犯。而迪埃里一家有一名傭人住在他們家裡3年了，可偏偏在火災現場沒有見到他。據傭人說，因為火災的前一天4月20日是復活節，所以他請假與家人在一起，有不在場證明。隨後有人向警方提供了新的線索，最近迪埃里一家的樓上正在裝修，有2名裝修工人來自烏茲別克斯坦，在火災發生後2名工人突然失蹤了，這很可疑。於是警方調查了這2名裝修工人，發現他們的身份都是假的，而且此時已經不在莫斯科了。這2名嫌疑人分別是庫爾西德·諾姆拉多夫和魯斯塔姆·哈多索夫，他們在家鄉因為搶劫罪被判刑，出獄後來到了俄羅斯打工。不過2人持有的護照都是假的。2009年3月，他們接到了一個公寓裝修的工作，地址就在迪埃里家的楼上。在工作的過程中，他們發现奧爾加有一輛昂貴的雷克薩斯轎車，可以賣100萬盧布，而奧爾加就住在3樓。於是他們計劃在樓道裡襲擊奧爾加，搶走車鑰匙，在黑市上銷售，然後帶着錢逃回烏茲別克斯坦。他們借着裝修的機會監視奧爾加的作息規律，然而這一切奧爾加並沒有察覺。正在2人準備動手時，卻突然發現奧爾加並沒有開着車回家，隨後的幾天裡都沒有看到這輛車出現在車位上。這個意外的變化打亂了2人的計劃，讓他們非常煩躁，於是決定乾脆直接搶劫車主的家，並問出轎車的下落。2個人以衛生間裝修的名義敲開了迪埃里的家門，他們請求進入公寓，檢查公寓是否漏水。迪埃里是一名非常有禮貌的法國人，他允許2名裝修工人進入公寓。嫌疑人借着這個機會了解到這家人的富有程度，這時他們的心裡就已經決定了要打劫這家人，為此還找到了2位幫手，瓦霍巴·图拉耶夫和朱羅貝·阿西罗夫。瓦霍巴有輛車可以接應他們，朱羅貝則是4個人裡唯一擁有俄羅斯護照的人，他可以負責去當鋪銷贓。2個新加入的同夥以為這只是一次普通的搶劫，並不了解庫爾西德和魯斯塔姆的兇殘。做好充分準備後，庫爾西德與魯斯塔姆制定了一個狡猾的計劃。2009年4月20日，這天是復活節，傳統的俄羅斯家庭都會在這一天慶祝。迪埃里也與妻子回到了家，準備了豐盛的晚餐。可是樓上卻響起了敲擊聲，這是非工作時間，按照規定不能進行裝修。但是迪埃里是一個十分克制的人，他並沒有去樓上阻止裝修，任由他們繼續砸樓板。可過了一會兒，衛生間的天花板竟然被敲了一個窟窿，
水從上面灌了下來。迪埃利準備上樓去查看，但妻子攔住了他，因為迪埃利的俄語並不流利，通常都是由奧爾加與鄰居溝通，所以奧爾加想代替丈夫上樓去。可這一次迪埃利沒有妥協，讓妻子留下來照顧孩子，他一個人前往4樓。誰能想到這竟是夫妻間最後一次對話。迪埃利敲開了4樓的門，裡面站着2個工人，工人的俄語也不標準，雙方的溝通十分困難。於是工人打手勢讓迪埃利自己去衛生間看。迪埃利走進了公寓，2名工人一前一後跟着他進入了衛生間。他們突然砸暈了迪埃利，又用繩子勒死了他。他們在迪埃利的身上翻出了公寓钥匙，緊接着來到了3樓。此時的家中只有奧爾加和女兒伊麗莎白。伊麗莎白正在睡覺。2名兇手打開了門，正遇到了奧爾加站在門口，她在等待自己的丈夫。他們站在門外說：“你的丈夫被綁在樓上的公寓裡，如果你不說出錢在哪兒，我們就殺了他。”奧爾加不相信他們的話，試圖關上門，可2名兇手強行闖入公寓，將奧爾加也綁了起來。奧爾加說出了錢的位置，讓2個人拿了錢就走。2名兇手拿了2萬歐元，還有價值超過250萬盧布的珠寶，但是他們並不滿足。他們問起了轎車的下落，奧爾加說轎車送去服務中心了，他還沒有時間取回來。隨後兇手被奧爾加的容貌所吸引，他打起了邪念，想要侵犯奧爾加，可是遇到了奧爾加的拼死抵抗。於是2名兇手用奧爾加的女兒威脅他，然後奧爾加放棄了抵抗。此時在窗外的街上停着一輛車，裡面是負責接應的朱洛貝與瓦霍巴，他們正焦急地等待2名同伙出來。可沒想到的是，這2名烏茲別克斯坦人並不是正常的劫匪，他們的瘋狂超出了同夥的想象。2人翻出了公寓裡儲存的葡萄酒，一邊喝酒一邊侵犯奧爾加，還向奧爾加提出問題來羞辱他。如果奧爾加不配合，那就用女兒的生命來威脅他。就這樣，虐待奧爾加竟然持續了一整晚。但是很不幸，伊麗莎白最終還是被噪音吵醒了。她哭着想要逃跑，卻被2名兇手打暈了。奧爾加想去保護女兒，卻被兇手拖進了衛生間，然後像勒死迪埃利一樣勒死了她。2名兇手將迪埃利的屍體從4樓搬了下來，然後破壞了天然氣管道，放了一把火，這才離開了犯罪現場。此時已經是凌晨6點，同夥帶着他們去了當鋪，然後登上了莫斯科到塔什干的火車。為了躲避追捕，2人連車票都沒有買，他們付給了列車員12000盧布，這讓他們平安地離開了俄羅斯。在火車上，他們甚至不需要像其他旅客一樣接受檢查。但是火車到了哈薩克斯坦邊境時，出現了意外狀況，庫爾西德·努姆拉多夫被拘留，這是因為他的護照被發現是假的。幾天後，另一名兇手姆斯塔姆·哈里索夫回到了祖國烏茲別克斯坦。很快，库爾西德的身份被識破，他被俄羅斯通缉。哈薩克斯坦將穆爾西德送回莫斯科受審。因為俄羅斯與烏茲別克斯坦的友好關係，魯斯塔姆相信很快他也會被送回去受審，於是他決定前往警局自首。不過2人只承認犯有搶劫罪，卻不承認謀殺了迪埃利一家。但是調查員有充足的證據可以證明2人謀殺了迪埃利一家的事實。當時的俄羅斯社會上普遍贊同判處2人死刑，而且本案的法官弗拉基米爾·切爾金也是一位支持恢復死刑的法官。可是俄羅斯已經取消了死刑，取而代之的是无期徒刑。2011年4月，法庭宣判库尔西德·穆德拉多夫和魯斯塔姆·哈里索夫謀殺罪名成立，被判處无期徒刑。他们將在監獄裡度過15年，然後送到一個特殊殖民地服刑。他們還必須每人支付400萬盧布的精神損失賠償金。此外，法庭追回了264萬盧布還給被害者家屬。另外2個同謀瓦霍巴與朱羅貝並沒有被判刑，不過要向受害者家屬支付精神損失賠償金，每人100萬盧布。這是俄羅斯調查，我們下期再見。